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大陆上，生活着名为黎贝一族的伊奥鲁夫人。他们拥有着100年的寿命，外表却会停止在15岁时年轻的样貌。马奇亚和他的伙伴们生活在这片祥和的大陆上，每天过着织作布帛的日子。和有着和蔼家人的伙伴们不同，马奇亚没有双亲。每天夕阳落下告别时，他总会觉得意外的孤独，时常藏在织好的布帛后面哭泣。伊罗奥夫的长老拉希努总能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他，替他拭去眼泪。他们一族拥有着世人所羡慕的长久寿命，容颜不老，更是被他们称作神话般的存在。但是拉希努告诉马奇亚，在100年前，他们这样的种族比比皆是。在黎明前歌唱的花朵一族，拥有着翅膀能在空中翱翔的鸟人一族，但他们都已经和这个世界告了别。正因如此，伊罗奥夫人才会日复一日地织名为西比奥尔的布。在这里，它不是孤零零的，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逐渐消失的记忆都会由西比奥尔为他们铭记。即便是无奈告别之人，也会留在布中陪他一同哭泣。不过拉希努告诉马奇亚，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伊鲁奥夫族，在外面的新世界有了新的邂逅，也绝对不能爱上任何人。一旦爱上，就会真的变得孤独无依。这就是他们黎北一族必须接受的命运。在和拉希努告别以后，马奇亚便回到了房间，将自己的记忆织在布上。眺望窗外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克里姆，一路小跑着跟上去，才发现原来克里姆和雷利亚在花园里幽会。或许是美好的爱情感动了他，眼泪滴落在了花瓣上，紧接着漫山遍野的蓝色花朵便绽放了。本该是宁静的夜晚，却因为马奇亚的尖叫变得不再平静。几只古龙朝他们俯冲而来，这就意味着没扎子的人来了。他们是位居另一个城邦的帝国军，一直觊觎着伊洛奥夫人的长寿之血，所以奉国王的命令前来抓人。他们只抓女孩子，但凡有一丝反抗，就直接格杀勿论。一头得了红眼病的古龙掉进了织布坊内，横冲直撞，布匹全都挂在他脑袋上。马奇亚不慎被布给缠着，一起带到了半空。古龙尖叫着释放了火焰，烧断了布条。马奇亚跟着对方一起坠落到了森林中，在这深山老林中迷失方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回去的路。马奇亚抱着唯一一块完好的布匹，打算山崖上跳下去时，听到了不远处传来婴儿的哭声。他顺着声音来到了一个破败的村落之中。本该跟随伊佐尔一起前往伊鲁奥夫的巴罗被困在了这个村落。看到前来的马奇亚，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是长老身边的小姑娘。他告诉马奇亚，这个村庄已经被洗劫过了，看样子那个咕咕落地的小婴儿马上也应该要死了，干脆就等待在这里，等待着和母亲在天堂团聚算了，毕竟死了也比孤苦伶仃的活着强啊。这句话就像戳中了马奇亚的心窝子一般，他爬到了小婴儿身边，小小的握住了他的手指。那一瞬间，马奇亚感受到了名为生命的可贵，母爱是伟大的，至死母亲都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婴儿。马奇亚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小婴儿从他的手里给带了出来。这个小婴儿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名人类婴儿这么简单了，而是承载着马奇亚珍贵记忆的西比奥尔。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孤独的存在，所以偷偷贪恋着与对方依偎时的温暖。马奇亚用布将小婴儿给裹了起来，初升的太阳照耀在他们的身上，他闻了闻小婴儿身上的气味，发现暖烘烘的很好闻，就像是太阳的味道一样。米多独自一人在荷尔姆农场抚养着自己的2个孩子。今天一大早，他刚打完水回到农场，就听到了牧羊犬朝农场吠叫的声音。他以为是有外敌，便拿着草叉子进入了羊圈，这才发现是一个年轻的少女正抱着一名孩子。马奇亚哭着向米多求助，他不知道怎么去弄羊奶水给孩子喝。米多感觉非常不可思议，他自己也才不过15岁的模样，怎么抚养孩子？米多的大儿子有听说过关于伊鲁奥族的事，他们虽然长得嫩，但实际年龄已经很大。马奇亚赶紧告诉米多，这不是自己的孩子，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索性现场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艾瑞尔。眼瞅着小姑娘也说不出来其他东西了，米多便给她打扮了一番，让她伪装成自己亲戚家会织布的孩子待在身边，还顺道去杂货店借了一台破旧的织布机给她使用。老板达雷尔一眼就认出来了，马奇亚是伊奥鲁夫人。达雷尔是个聪明人，知道他们织出的布能卖个好价钱，所以愿意替米多保守秘密。他此时比较担心的是，米多自己带2个孩子已经应接不暇了，现在添了一个女孩带个拖油瓶。好在米多心态好，他觉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日子能过就行。在回到农场的路上，米多告诉马奇亚，自己的丈夫就是被一只染上红眼病的古龙给杀害的。这些天聊了这么久，马奇亚其实还是不明白到底该如何去做一名母亲。米多拍了拍肚子，表示母亲像自己这样做就好了。马奇亚忍不住笑了起来，怀中的婴儿也跟着他一块笑。他们将农场废弃的房屋打扫出来，供2人居住。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还专门去采了花瓣泡水替马奇亚染发。冬去春来，艾瑞在他们的照料下已经到了能走路的年纪了，甚至牙牙学语地叫起了妈妈。有栖身之所，有挚友，
马奇亚坐在山坡上，感受着生命的美好，没有什么比现在更觉得幸福了。梅扎特自古以来能够压制邻国，靠的就是他们的杀手锏飞天古龙，但近些年来，古龙接连染上了红眼病，为了不让他们暴走，只能将其处死，再对尸体隔离焚烧。就目前来看，存活的古龙只剩下了5头。古龙一旦灭绝，他们极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要想让梅扎特的威力不减，就必须找到超越人类智慧的东西，以及古龙的替代品。一句话点醒了国王，他忽然想起了被伊佐尔掳走，拿给自己孩子当王妃的伊奥鲁夫少女雷利亚。雷利亚时常会在古龙栖息的地方同他们对话，他不明白他们明明拥有翅膀，为何不从这个地方离去呢？但他始终没有得到古龙的回答。伊佐尔问他为何总爱待在这个地方，雷利亚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很像西比奥尔之塔。等到艾瑞逐渐懂事以后，马奇亚便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用织布机织布。他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出生的地方大家用织布来代替文字传递感情，所以艾瑞尔给农场的老伙计奥洛拉织了一条围巾，希望他的病能够快点好起来。兰格告诉他们，父母在结婚的时候，奥格尔就已经在他们家了。按照人类来说，此时他的年龄已经到了90岁。这句话非常沉重，因为它象征着奥洛拉能够陪伴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小镇生活的艾瑞尔，时常会被镇上的其他孩子给嘲笑，说他喜欢自己的母亲很恶心。在一帮熊孩子中，有一名叫做蒂塔的小姑娘，她是艾瑞尔的青梅竹马，也是附近的孩子王。这次是真惹急了艾瑞尔，他大喊着自己很讨厌他们，哭着跑开了。蒂塔虽然表面上毫不在意，其实眼泪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马奇亚靠着那台2手织布机赚点生活费，这次的布匹质量依旧很高。达里尔给了他工资以后，忽然想起有位顾客带了批西比奥尔过来，希望他能帮忙看看。马奇亚接过布匹以后，发现上面写着梅扎特镇的王子即将举行大婚。看到王妃的名字是雷利亚时，马奇亚整个人都要崩溃了。米多告诉马奇亚，达里尔会帮他们找门路，搭上货船离开这里的。但关键是艾瑞尔该怎么办？带着孩子可比想象中辛苦多了。马奇亚还没想好该做出怎样的决定时，艾瑞尔已经哭着跑了出来。奥罗拉年岁已高，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米多安慰艾瑞尔，大家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的，奥罗拉只是生来要更早迎来这一天。这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马奇亚的心上，他转身离开山坡，兰格赶紧追了上去。此时的马奇亚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所有人都会比他先早一步离开人世。他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真正听到以后还是觉得很难受。兰格告诉他，谁先谁后根本就不重要，你现在是艾瑞尔的妈妈，自家老妈从来都不会哭，所以他坚信当妈的人是不会哭的，他要坚强。回到家的时候，艾瑞尔已经在病房前等着他睡着了。他将孩子抱在怀里，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哭泣了，他会好好作为母亲和他永远在一起的。蒂塔做了好几天的心理准备，才摘了花准备来向艾瑞尔道歉，结果就得知他们已经离开了。米多站在港口看他们母子2人离开的身影，良久以后才转过身，他们已经踏上了前往梅扎特的航线。第一次坐船的艾瑞尔非常兴奋地在仓库里转来转去，马加和迎面走来的兜帽男撞上了，对方见到他以后感到非常的惊讶，两人立刻拥抱在了一起。没错，他正是失踪了许久的克里姆。见对方还活着，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欣慰。但在真的艾瑞尔称呼马加为母亲时，克里姆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毕竟长老说过，他们不能对人类产生感情。马加只能告诉他自己没有忘记长老的教诲。从港口下船以后，他们便去见了接线员。明天一大早会有庆祝王子大婚的游行，王子的队伍从王宫出发，雷利亚的队伍从离宫出发之后，2队会合，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桥梁上袭击王子所搭乘的古龙，趁着警备薄弱时将雷利亚给抢回来。什么都不懂的艾瑞尔只能坐在一旁，他听不明白大人设计的纷扰，只听到了游行。他想去看，却没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此时的他特别想要回到农场，回到家里。他总觉得母亲来到这里以后就变了。看到孩子怄气的模样，马加悄悄掀开被子，挠起了痒痒。小孩子就是好哄，两人的关系一下子就和好如初。王子大婚，梅扎特举国同庆，街上十分的热闹。国王高呼着，他们拥有古龙和伊奥鲁夫的血脉，2个仅存的传奇种族都在他们手上。梅扎特人就是天选的种族，无人能敌。等到雷利亚诞下子嗣，他们将会诞生新的传奇。人们欢呼着迎接古龙的到来。按照计划，克里姆在这时候冲上前刺伤了古龙，引发了人群的骚乱。马基亚赶紧来到下方和雷利亚对接，他带着雷利亚一路逃到了小巷子里，想要他在离开时，雷利亚却后退了几步。他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因为他已经怀上了王的孩子，他无颜去见克里姆。
这个时候追兵已经赶了过来，雷利亚让马奇亚先走，用自己来要挟他们不准再追，否则就对孩子下手。等他们离开以后，雷利亚才带着决绝抬起头，看着周围高耸入云的城墙。他记得自己以前是伊奥鲁夫里身手最敏捷的人，自己可是会飞的呀，现在就被困在了墙壁之内。马奇亚被巴罗带着藏到了粮仓内，等摘下头巾，马奇亚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伊奥鲁夫人。巴罗告诉他一半一半吧。拉希努长老之所以将族人外出视为禁忌，是因为他最清楚伊奥鲁夫族人离开族群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不论你是否愿意，外人都会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与众不同，最后遭人利用，引人厌恶，被人驱逐。离别之族就是要一次一次的饱受离别之苦。临走前，巴罗给马奇亚留下了一句话：祝你一生如意。回到据点以后，失魂落魄的克里姆询问马奇亚，婴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上母亲又是什么感觉。马奇亚告诉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都是从米多那里取的经。不过只要艾瑞尔一笑，他也会觉得开心。如果自己的陪伴能让艾瑞尔欢笑的话，就想一直陪着他。克里姆让他不要再犯傻了，艾瑞尔肯定会先于他死去，最终只会让他陷入孤独之中。没问的艾瑞尔听到克里姆的话，生气地冲了进来，叫他不准惹哭自己的妈妈。克里姆就问他：你能守护好自己最真实的人吗？第二天一早睡醒时，马奇亚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克里姆觉得他带着孩子只会碍手碍脚，他们将继续留在梅扎特营救雷利亚，所以和他道了别。他们收拾行李前往了下一次旅途，他们将去往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来到下一个小镇以后，马奇亚费了老大劲才找到一份在酒吧上班的工作，但是听到工作的时间在半夜时，他却有些犹豫，孩子该怎么办？老板娘讥讽道：你们这些小年轻都当母亲了，做事考虑清楚不行吗？难道没有一点自觉？于是马奇亚再次吃了闭门羹，疲惫地回到了旅馆。结果一来就发现自己的西比奥尔被弄得一团糟，怒火在这一刻爆发。他不明白艾瑞为什么总是不听话，要是耽搁自己找工作的话，他连饭都吃不上了。艾瑞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母亲，便像以前他安慰自己那样去挠痒痒，但马奇亚依然在置气。等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艾瑞尔已经跑了出去。狼狈的马奇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母亲的自觉，只会模仿，失去了米都的自己什么也做不到。他好像忽然就明白了拉希努那句话的意思，在伸手触碰到西比奥尔时，他感受到了艾瑞尔稚嫩的小手在上面留下的温度。他在用自己的方法让母亲开心，希望西比奥尔能承载自己对妈妈的爱。醒悟过来的马奇亚懊悔不已，冒着雨来到镇上寻找艾瑞尔，结果发现他趴在了地上，转头才知道是这傻小子用了一招金蝉脱壳。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看到母亲笑，艾瑞尔也很高兴。他将艾瑞尔紧紧地抱在怀里，真希望他永远都长不大。艾瑞尔却说自己要是长不大的话，就没办法保护母亲了。一句话又给马奇亚说哭了。不过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成为一个好母亲就不能哭泣。艾瑞尔也会好好的长大去保护母亲。之后，马奇亚在一个满是工业气息的城镇德雷尔找到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但在这个满是男人的地方工作，难免遇到几个咸猪手。听到他们在调侃马奇亚的身材时，艾瑞尔略显不爽。不过现在的他已经不能将马奇亚叫做母亲了。他们对外宣称是一对姐弟，但却长得完全不像。许多人都觉得他们是私奔的小情侣。此话一出，艾瑞尔小脸通红。到了工业时代，美着的很快召集了一大帮人炼铁造大炮，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找到工作。虽然整天都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忙碌，但人们总是能找到让自己有片刻安心的乐趣。在士兵来餐馆就餐检查时，他们直接掏出了吉他和风琴，以桌板、餐具为乐器，欢快地舞动了起来。马奇亚拿着菜谱到楼上让骑士们点餐，其中一个人瞅着他眼熟，仔细一看，两人这才对上眼。这不兰格吗？久别重逢让两人分外激动。马奇亚没想到这些年兰格居然长得这么高了，他赶紧让下面的艾瑞尔给兰格打招呼。他们带着兰格到了居住的阁楼，想好好叙叙旧，但聊了没两句，艾瑞尔就离开了。看来艾瑞尔已经知道了自己跟马奇亚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了。马奇亚告诉兰格，大概是5年前，他开始和自己分床睡之后，就再没叫过自己妈妈了，总是叫自己喂或者是哎。兰格告诉他，年轻人总会经历这个阶段的，毕竟自己也经历过。马奇亚提起了雷利亚，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想来也并不好受，因为古龙又死了一头。雷利亚的女儿梅德梅尔总是被禁止询问关于母亲的话题。据传，伊奥鲁夫的族人发色都如月光般淡雅，瞳孔周围有金色的圆环，他们的体温普遍偏低，但梅德梅尔身上没有这些特征，这让国王异常的暴怒。如果无法延续伊奥鲁夫的血脉，他还要那个怪物王妃有什么用？自从生下梅德梅尔之后，雷利亚就再没有怀上过孩子了。王子黑泽尔也开始厌倦起了雷利亚。国王让大臣们赶紧从伊奥鲁夫的幸存者中找一个新的女人给自己的儿子代孕，这完全是将伊奥鲁夫的族人视作草芥，当成了商品。就算是作为国王的左膀右臂的伊佐尔都快听不下去了。雷利亚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情绪波动极大，如果自己不打扮的花里胡哨，就无法让伊
伊佐尔提起兴趣的话，那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赶走好了。看到伊佐尔过来，雷利亚便知道又死了一头古龙。自从生下女儿后，他一直被关在这里，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如此看来，他和古龙根本就没有两样。不论是飞天一族，还是黎明前歌唱的花朵一族，都无法在这个世界存活。伊佐尔告诉他，一定有抗争的办法，让传说的族类生生不息的。雷利亚想不明白，他怎么有脸说这样的话？那些传说族类不就是被他们这些贪婪的人类所杀死的吗？那天在和马切亚告别后，克里姆等人没有忘记约定，闯入了王宫内，想要带走雷利亚，却最终被他们全部杀害了。被惊醒的雷利亚所看到的这一幕，将成为他一辈子的梦魇。伊佐尔希望他能让自己赎罪，雷利亚便告诉他，如果想赎罪，就让自己见见女儿。明明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坨肉，他们却不让两人相见，自己都该忘记女儿的气味了。他不明白这群人到底要在自己身上夺走多少东西才行。如果无法让自己见到梅德梅尔的话，就把马奇亚给带来。雷利亚已经受够了孤独一人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兰格的耳中，他和马西亚约好了时间，下班后碰面。众人看艾瑞尔一个人在旁边生闷气，便不停地给他灌酒，告诉他黄汤下肚，他就是成年人了。就在艾瑞尔喝得醉意阑珊的时候，马奇亚得知了王城的人在寻找自己的事，他们不能待在这个地方了。兰格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农场，现在羊奶涨价了，他可以带艾瑞尔一起回来生活，但马奇亚实在不想再给米多他们添麻烦了，而且他害怕王城的人对他们下手。兰格却说他希望马奇亚给自己添麻烦，从小时候起他就一直想为他出一份力，所以希望他能好好考虑一下今后的事，也考虑一下和自己在一起。马奇亚告诉他这一点自己不能考虑，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只考虑艾瑞尔的事，考虑和他一起活下来，如何成为真正的母亲，他已经没有额外的精力在思考关于他的事情了。兰格明白自己只是被婉拒了，不过他还是想帮忙替他们寻找下一个安身之所和工作。回到家的马奇亚听到了门外的动静，开门就看到喝得烂醉的艾瑞尔，他一反常情的黏着马奇亚，让他像以前一样给自己回家吻。马奇亚一把推开了他。艾瑞尔委屈地说，他们都说他们两人是私奔的情侣，还有人说新的男人要把他给抢走了，所以他特别的不甘心。进屋的艾瑞尔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织的西比奥尔，一脚踩了上去。他没想到马奇亚的反应会那么大，他已经受够了总是被马奇亚当作小孩子对待，生怕他继续乱来的马奇亚只能再次推开。没有灯坠落在地板上时，差点点燃房子。等到熄灭火苗以后，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死寂。黑暗中，马奇亚告诉艾瑞尔，这块布永远是自己的宝贝，永远都不会变。艾瑞尔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把他当作母亲来看。这句话伤透了马奇亚的心，就好像是否定了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一样。艾瑞尔觉得自己必须足够努力长大才行，于是他找到兰格，希望他能帮自己说说情。他想去城堡当士兵。兰格得知他并没有告诉马奇亚，还对马奇亚说自己没有拿他当母亲以后，非常的生气。他觉得眼前的臭小鬼根本就不明白对方是抱着怎样的决心才把他养大的，所以才在这里任性。艾瑞尔自己也搞不明白，他不懂为什么马奇亚如此看重自己，陪在自己身边，为自己拼命，这是只有天下的母亲才会做的事，所以他才叫对方母亲。他想要保护马奇亚，但凭现在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还深深地伤害了他。没有谁比现在的他更加心痛了。听到他们俩的对话的马奇亚转身离开了，没有去戳破这个倔强孩子脆弱的一面。兰格发现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爱哭，不过如果他已经做好决定的话，他会帮忙的。艾瑞尔收拾好行李以后，马奇亚也要准备离开这座阁楼了。在破败的阁楼间，他们做了临行前的告别。回到房间，马奇亚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哭，但眼泪还是决堤而出。艾瑞尔当初明明答应过会好好保护自己的，现在却离开了。等兰格来到阁楼的时候，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艾瑞尔随着骑士团游行时，听到了街边的孩子们的议论，城中的古龙已经剩下了最后一头，兰格已经混到了师团长的位置。艾瑞尔询问格兰是否有和马奇亚相关的消息，兰格告诉他是有着听上去和王妃年龄相仿的少女，但是不是马奇亚还不能确定。你是在担心他吗？艾瑞尔告诉他，马奇亚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听了这句话以后，兰格非常欣慰，因为马奇亚时常担心自己能否保护好艾瑞尔，内心很不安，所以才非常的拼命，就是为了艾瑞尔觉得她是个可靠的母亲。如此看来，他还真是有点孩子气。艾瑞尔想，他的确是有点孩子气，不过自己已经决定要做一名父亲了。他的爱人正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蒂塔，此时的蒂塔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明白母亲的不易以后，艾瑞尔对待自己的爱人格外小心。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能在梅扎特和对方重逢，还孕育了宝宝。不过有一个问题，蒂塔一直想知道，艾瑞尔真的愿意和自己结婚吗？当年皇宫的那场杀戮，克里姆逃过了一劫。在得知艾瑞尔离开以后，克里姆就来到了马奇亚的家，将他给带走囚禁了起来。在伊奥卢夫族，只有生育过的女性才能让长发及腰，所以克里姆准备为她削去长发。马奇亚知道战争就要开始了，但克里姆却说战争的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而他这些年所经历的才更加痛苦，毕竟他失去了自己一手打造的一切。
将自己关在了地窖。他攥紧了马西亚的长发，告诉他，这一下他能明白与那种族人四散流离的痛苦了吗？长老不知所踪，伊奥鲁夫的人失去了一切，痛苦不已时，只有马基亚是幸福的。不能忍受同这一块布的三人有着不同的过去，所以他斩断了马基亚的头发，斩断了他一个人的过往，又将他圈养在了自己的身边，打算带着他一起去见雷利亚，一同编织未来。王场的钟声敲响，意味着战争的来临。在梅扎特的势力颓靡之际，与其接壤的拜拉、于哥以及安多拉三国同时对梅扎特发起了进攻。艾瑞尔作为骑士，必须要奔赴战场。临行前，他让蒂塔一定要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他前脚刚走，蒂塔就因为临场而痛苦地跌坐在地。来到骑士团以后，伊索尔告诉众人，拜拉的士兵已经杀过山头，他们要兵分两路。听着战火的轰鸣声音，伊索尔只觉得格外讽刺。梅扎特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残忍地利用古老的传说力量，结果与人口实，周边诸国以讨伐其滥用力量为名，结盟攻打梅扎特。而那个窝囊废国王已经带着他的废物儿子，打算从地道逃走了。黑泽尔不打算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认为他们都是怪胎，死在这场战火中也不足惜。越过山岗的马匹中还有克莱姆和马基亚的身影，他们换上了伊奥鲁夫的传统服饰，正打算从一介废墟里越过时，一声枪响让马基亚停下了脚步。在和士兵对视那一瞬间，马基亚看清楚了，这是自己孕育了几十年长大的孩子艾瑞尔，但他们只是打了个照面就各自分别了。雷利亚走过了长长的走廊，见到了站在不远处的克里姆，他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了。克里姆温柔地告诉他，自己是来接他的，从今以后他会让那些让他痛苦的人加倍痛苦，他想让一切重新开始。雷利亚告诉他，在那之前他想见见自己的女儿。克里姆简直不能理解，他想让雷利亚忘掉女儿。雷利亚告诉他，自己当时以为他们都死了，以为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所以这些年除了女儿他什么都不想，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女儿身上，抱着想要见到女儿、拥抱女儿的念头才撑到了现在。梅德梅尔已经成为了自己活下去的信念。克里姆绝望了，难道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抵不过他的女儿吗？既然如此，那不如就一同在这里终结。他已经不想再让其他人来玷污他们的西比奥尔了。话没说完，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胸膛，是伊佐尔开的枪。克里姆知道自己说不通雷利亚，便负伤离开了。坐在树下的他双眼失去了光芒，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变了，自己为何不能回到过去呢？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袂，又随着溪水流淌向了远方。回到王城内的艾瑞尔又得到了新的消息，格兰说有情报称拜来的船上载着伊奥鲁夫的少年和少女，看他的样子大概已经见到了马奇亚。他让艾瑞尔去找马奇亚，但艾瑞尔却坚定地说他要参加战斗，因为现在的他有地塔，有战友，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梅扎特是他离开马奇亚后为自己打造的第一个归宿，他必须要守护好这里。自己已经有多久没看到这样的风景了呢？马奇亚看着战火纷乱的城邦，想起了自己和艾瑞尔出狱的那一天。他抬头发现山坡上有一处亮着灯光的屋子，便朝那边走了过去，看到了因为羊水破了而蹲在门口痛苦不已的蒂塔。丽塔一眼就认出了马奇亚，他告诉对方自己肚子里是艾瑞尔的孩子，如果这个时候去叫医生的话，肯定会让他在战场上分心的。于是马奇亚只能在小屋内替蒂塔接生，外面是象征着残忍与死亡的战争，屋内是象征新生与希望的诞生。生命时而像纸一般轻薄脆弱，时而像钻石一样坚韧闪耀。艾瑞尔在战场上厮杀时，他们的孩子顺利出生了。马奇亚温柔地替他擦去了汗珠，将手放到婴儿面前时，那双小手握住了他的手指。纵使再迷茫无措，马奇亚也知道，陪伴艾瑞尔长大的这段日子，就是自己弥足珍贵的西比奥尔。艾瑞尔的思绪飘得很远，想起了童年时在雪地上陪着奥罗拉一起奔跑的日子。那时候马奇亚总会温柔地将自己拥入怀中，亲吻她，然后欢迎她回来。睁开眼时，艾瑞尔的眼前出现了马奇亚的脸庞，他以为这是梦境呢，不然怎么会漫天大雪呢？马奇亚告诉他，这并不是梦，也并不是雪，是炮火的灰烬。他告诉艾瑞尔，他们的孩子出生了，母女两人都等他回去呢。艾瑞尔小的时候肯定也是那样从母亲肚子里出生的，他的生母紧紧地护着他的手指，抓得紧紧的直到僵硬。为了将他抱出来，自己只能一根根地掰开他的手指。他觉得自己没有当好艾瑞尔的母亲，艾瑞尔让他不要再说了，是他教会了自己怎么去善良，怎么去坚强，怎么去努力，怎么去爱一个人。马奇亚告诉他，自己是带有私心的，他觉得艾瑞尔会陪着自己一起笑，一起哭，只要和他在一起，不论悲伤痛苦都会被冲淡。虽然他离开了自己，但他并没有骗自己，他遵守了约定，一直在守护着自己。分开后，他虽然孤独一人，有时会迷失自我，但只要一想起艾瑞尔，他就能够找回自我。
所以不论艾瑞尔是否愿意叫自己母亲都没关系，不论他怎么呼唤自己，那都是自己的名字，因为艾瑞尔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玛契亚告诉赶来的兰格，希望他们能将艾瑞尔带回到蒂塔和孩子们的身边，那里才是他的归宿。说完，他就转身准备离开。艾瑞尔强忍疼痛叫住了自己的母亲。被阳光沐浴的玛契亚就像天使一样，一直用羽翼保护着艾瑞尔。但终有一天，那双羽翼会张开，让被赋予包裹的幼崽自己展翅高飞。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约定过，但没有想到这个大树下竟然会留下3人的足迹。玛契亚听克莱姆附上了双眼，抬头看向了一旁的古龙，就和沉睡的古龙一样，梅扎特的统治结束了。就算女仆什么都不说，长大的梅德尔也知道父亲抛下了自己，不过他明白接下来等待自己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雷利亚爬到顶峰，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但梅德迈尔并不认识眼前的人到底是谁。直到女仆说出了他的名字，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母亲，他才终于得偿所愿地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在那一刻，雷利亚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伊奥鲁夫族的雷利亚，任性活泼，像个疯丫头，比男人还要厉害，而且能自由自在地飞翔。他的耳边响起了玛契亚的声音，玛契亚让他跳下来，就像当初他让玛契亚从墙边跳下来一样。他脱掉了象征着加速的高跟鞋，让发丝肆意地在风中飞舞，从塔顶上一跃而下。下一秒，巨大的古龙便飞上了盘旋的塔顶。玛利亚唤醒了古龙，他是来接雷利亚回家的。雷利亚转头告诉自己的女儿，让她忘记自己，自己也会忘记她的。这段日子，他永远都不会写在自己的西比奥尔上。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人生的几次错线罢了。这是梅德梅尔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虽然是决绝的话，但梅德梅尔却觉得母亲特别的美丽。玛契亚知道，虽然雷利亚是这么说的，但他绝对不会忘记这段记忆。他知道现在的雷利亚难过又痛苦，但这么美好的世界，他又怎么能去忘记呢？伊佐尔凝望着雷利亚离去的身影，他们不需要古龙，也不需要伊奥卢夫族，古老的生命注定要灭亡。既然如此，不如就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光里随心所欲吧。艾瑞尔修正好后，便回到了家中，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小婴儿小小的、柔软的二人觉得不可思议。一旁的蒂塔哭着为多年前的玩笑话道歉，喜欢上母亲这一点都不奇怪。艾瑞尔的母亲那么漂亮，那么温柔，还保护着他们母女2人，自己竟然一直在嫉妒对方。艾瑞尔告诉他，妈妈抚养自己长大，让他能够去爱上别人，并且爱上蒂塔，而他们怀中的孩子将来也会邂逅别人。他们要做的就是用2人的爱一起将他抚养长大，教会他去如何爱别人。离别一族见证了世间的无数离别，见证了世间纷繁的变迁。时间流淌，奔腾不息，因此还有新的邂逅相逢，然后交织出新的故事。玛契亚再次回到了这片土地，见到了自己的曾孙女莉莉。从孙女口中他得知，蒂塔在3年前去世了。不过老两口关系非常好。梅扎的陷落后，他们在兰格的帮助下回到了农场。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们还是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他们经常满脸幸福地聊起关于玛契亚的事情。艾瑞尔快要不行了，才能及时来看望他，实在是太好了。玛契亚抚摸着艾瑞尔的手，夸奖他真是了不起，如此充实地度过了一生。泪水在眼眶打转，但他告诉自己不能哭，因为这是他跟艾瑞尔的约定。弥留之际的艾瑞尔看着自己依然拥有15岁样貌的母亲，轻声地说着欢迎回家。听到母亲的回复后，他满足地闭上双眼，结束了人生的旅途。玛契亚小心翼翼地将当初包裹着艾瑞尔的那块布盖在他的身上，在他被时光雕琢的脸上落下一吻。临走前，莉莉递给了他一束蒲公英。玛契亚回望着农场，回想着陪伴着艾瑞尔的日子，说了声对不起。看来妈妈无法遵守约定，眼泪夺眶而出，和蒲公英一同被风吹散。不过玛契亚知道，只要自己还活着，艾瑞尔的西比奥尔就不会断。巴罗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看他那个气得像小包子一样的表情，就算是长老看到，也肯定会笑出声。不过玛契亚倒是让长老知道了，离别不只有痛苦，他会非常开心的。玛契亚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长老，自己觉得爱着艾瑞尔很幸福，爱的感觉很美好。